要说生活中最重要的电器，如果冰箱排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但实话实说，虽然大家对于如何使用冰箱并不陌生，但多数人对于如何选购冰箱还是一知半解。基本上只看品牌和价格，最终导致要么多花冤枉钱，要么就是买了性能很差的产品，影响使用体验。那么冰箱到底怎么选才能不踩坑？我帮大家整理总结了8点选购攻略，让你少交智商税。1. 不买制冷冰箱。冰箱的制冷方式分为制冷、风冷和混冷，除非是出租房或是临时过渡用，买制冷冰箱就是图便宜。自己家用的话全是缺点，容量小也就算了，关键还得定期除冰霜。普通家庭就认准风冷冰箱，容量大，款式多，关键它还不结霜。当然，如果条件上来了，就买混冷冰箱，除了贵，没啥缺点。2. 容量买大不买小。别相信什么按照家庭人口数量买，但凡是买了小容量冰箱的，就没有不后悔的。谁家过日子还没个剩菜剩饭，遇到逢年过节的想囤点年货，更是放不下。除非家里的位置有限，否则的话，冰箱肯定是容量越大越好用。即使是2口人，也建议400升起步。3. 不买高能耗的。冰箱作为24小时不断电的电器，肯定是能耗等级越高越省电。所以原则上来讲，能买1级能效，不买2级能效，两者之间也差不了几百块钱。尤其是国产冰箱，认准1级能效准没错。这么说吧，相同消耗功率下，1级比2级全天至少要节省 1.5 度电，1年下来也要接近600度电。4. 不买定频的。任何电器产品只要是定频压缩机，统统只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便宜，其他剩下的全是缺点，冰箱也不例外。费电、噪音大也就算了，关键是温控也不精准，温差变化特别大，所以千万别为了省钱去买定频。但变频冰箱也有坑，要认准双变频，不买单变频，就是冰霜的压缩机和风机都是变频的。5. 不买单循环的。都知道双制冷循环的冰箱保鲜效果更好，更不容易串味，但选双循环冰箱也容易踩坑，要买冷藏室和冷冻室都是独立循环的那种，而不是双风路循环。说白了就是冰箱有2个蒸发器和2个风扇，当然3循环制冷的更好，但价格也贵，没那个必要。6. 不买对开门的。左右对开门冰箱虽然容量大，颜值也简洁大气，但内部存储空间极不合理，冷藏和冷冻室横向空间都偏窄，实际利用率不高，而且打开1侧门还会泄漏很多冷气，超级费电。想要更精细化的存储分区，就买10字门；想要横向空间大，就去买法式多门。7. 不买伪嵌入式冰箱。嵌入式冰箱可以提高空间利用率，而且装修颜值也高。但选择嵌入式冰箱一定要注意2点：第一，冰箱的厚度不要超过60公分，不然就会突出橱柜，又丑又突兀；第二，要选择底部散热的，这样才能做到与柜体严丝合缝，避免了2侧流散热缝的尴尬。8. 不买太贵的。冰箱说到底不过是个存储食物的电器，只要能满足家庭需求即可，真没必要买太贵的。尤其是一些高端的进口品牌冰箱，动辄万元以上，很多还是单循环系统的，纯的智商税。现在国产品牌冰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，普通家庭认准海尔、美的、荣升即可，3、4千元价位就能买到配置保鲜和净味技术的产品，性价比非常高。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冰箱选购8不买原则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。当然，每个人的需求和预算都不一样，最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冰箱。最后，也希望朋友们都能买到一台称心如意且耐用的冰箱。